昨天单杠唐家宏他是不错他这个表现都不错，就突然掉下来了，没抓住照理讲好像这么有经验的选手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发生了。那当时他第3个上场比赛嘛，这3个里面他排名第3，那他有机会吗？后面还有5个所以他大概自己也觉得没机会了。可是他不错，他在他要求重新来一次。通常重新来一次会有压力的。我第一次已经搞成这样了，那个单杠对不对？那个跳来跳去，翻来翻去，整套表演完毕，表现非常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很多人说，哇，受了挫折以后就灰心丧志了。他跟你撑到底，我觉得这个斗志是很了不起的就后来我看到什么颁奖，他们也在里面呢。我说他怎么会是后面5个人通通失误？这根本不太可能是他说，所以他们说鬼月会影响到奥会，当然是迷信的后面5个都很强的怎么可能5个每一个都有失误呢？所以他是有失误，相对来讲他表现还不错而且人家第2次表现得很好，所以跟大陆的选手一起都拿了铜牌，真的是不容易绝对没机会。所以以前就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讲说，你要注意你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成功以后怎么样，看他失败以后怎么样。看他以后他失败后怎么面对，比如选举赢了是一种得意输了他是怎样？那像你创业赢了很风光，创业失败以后怎么办？你要看他失败后的表现评价一个人可能比他看他成功更好。我记得蛮清楚，我觉得有道理。那像你一路成功，我们怎么看你？我怎么先觉得失败了然后成功？市长也失败了，副总统也失败了，然后一路成功。好，只是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而已。好，那么这个说，其实的确世界看到台湾，觉得看到台湾这样一个人能够这样最后坚持到底，得了奖了8个人上场，从他第3个开始6人都失误，几乎不可能所以呢，的确表示奥运很难，尤其那个体操是很难的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所以网络就说是巴黎是一个鬼门关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夺了铜牌，其实他如果不掉下来，搞不好金牌按照他初选的那个分数，他是可以拿金牌的，这是很厉害的而且他那个阿基里斯腱才受伤，才断掉，才半年所以他说这不是终点，意思就是说呢，这其实只是一个中间的终点，而不是最后的终点所以他说他的身上都是奇迹真的是了不起。你说奥会看到很多选手真的奋战到底，那个决心让人家真的觉得很了不起。我们看一下。巴黎奥运中华队在奖牌进账，体操国手唐家宏获得铜牌佳绩。虽然比赛过程不是最完美的状态，而且一度掉杠，但唐家宏心里只想着想让世界看见台湾有很棒的选手，要呈现最好的一面，没有太多犹豫，重新调整自己，继续把套路完美做完，也使出了最拿手的绝招冒跳540度，完美落地，最后得到总分13.966分。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走到进决赛很不容易，对，那也其实进决赛也已经证明了我们团队的整个方向是正确的。获得佳绩忍不住红了眼眶，唐家宏是第1名上场的选手，他说自己很喜欢第一个上场，比较不会受到其他对手的影响，能挺进决赛已经是对团队很大的认可，这就是巴黎奥运的魔力。这个动作其实它细致度是非常，就是它的技术是非常细的。对，就是你一点点没有控制好，其实它离杠的距离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会差非常多。高技术加上奥运会场带给选手的压力，导致8人上场有6名选手出状况。最后唐家宏和中国选手并列铜牌。唐家宏说会继续努力，希望下次要拿到更好的成绩。不过这次是唐家宏左脚阿基里斯腱撕裂受伤后，历经开刀复健，只花了7个月就重新回到赛场，并且夺牌，已经是强势回归。过程中的努力，从没办法走撑拐杖，然后慢慢的去复健，然后老师陪我去聊整个心理的过程。到今天虽然没有到很完美，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铜牌是证明我们整个过程中努力辛苦的一个价值吧。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但这次夺牌已经是一剂强心针。唐家宏说，下次一定要拿到更亮的奖牌。我看唐家宏其实
我刚刚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在跟主持人讲，我又不认识这位教练，他的那个旁边站着他那个教练哦，他在吊杠之后哦，唐家宏回去把他的手的那个绑带再绑紧，然后上点石灰的时候，教练过来再把他扶上去。我觉得那个教练真不容易。我们当时看到唐家宏，当然很高兴哦，那个能够得到铜牌。可他教练告诉他说，把动作完成，因为你吊杠了。那有8个选手要比。他其实在这个资格赛的成绩是14.933分啊。如果以这个成绩的话，这昨天他像是金牌哈，就这个分数最后8个人都没有超过这个分数。可是我第一个上来，我也练这么久，我的这个动作难度又不错，应该想要得牌的，结果掉杠了嘛。那掉杠基本上就无牌了。可是我要把动作做完哈，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的过程，让他再上去重新把动作做完以后，那就下来啦，因为后面还有7个人要比啊。那第2个、第3个分数都比他高。所以只要再出现1个人分数比他高，第4个上来他就结束了，就没想到后面这个落地出问题的，哪里出问题的就没有想到他最后得到的分数是跟这个张博恒是一样的分数哦，同分了。我要跟大家讲，就今天多说一点这个张博恒我要画面把它 Q 出来，这个张博恒这个中国大陆的选手，他特别给这个唐家宏鼓励，你看他在比赛，他们2个站在上面照相的时候非常有风度啊。他们并列啊，这我觉得这是两岸一个很好的，所以两岸现在是非常紧张啦。可是包含羽球跟那个李洋跟王麒麟打的那位王昶啊，他从头到尾很都在笑苦笑，也长得很帅，像黎明，他也很有风度啊。输球了他没有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两岸政治军事是紧张了，可是在运动上面看到好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要给这样的选手鼓励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放弃啊。李洋会当大家这么的有一张照片，因为有版权都不能放了哈。他已经那个球都快要碰地方，大概只有3公分吧，他还是整个人都已经飞扑那边，他一定是摔地上。你去回头看整个比赛过程啊，礼拜天晚上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准备要发球之前，李洋都摸一下他的那个胸前肋骨，因为他不断趴地板很痛，可是他没有放弃嘛，所以每一个比赛都是一样。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的那个林玉婷的部分也是一样。我觉得虽然现在目前遇到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包含连比赛之后他的对手可能都不愿意跟他握手。那有很多检测部分，等一下我们把这话题讲完，我再补充我的看法。我们下一段会讨论林玉婷的哈，哎，这个美丽。我觉得这几天呢，我真的觉得全台湾人其实就是一直处在感动当中哦。那这个奥运带来感动的事情，跟那个 moment 真的非常的大，包括那个林洋配，说真的。当时那个林洋配夺金之后啊，那个国旗歌升起哦，到现在为止，这每看一次还会再哭一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看了非常多遍的那种感动跟那种团结，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讲到这个唐家宏哦，那刚才维汉讲完是讲他现在的状况，我讲一下哦。其实如果我们一个做爸爸妈妈的心情哦，这个孩子喜欢运动，那他有运动的天分，但是他小学3年级就开始做这个训练，可是5年级呢，他就开始因为可能太过于积极的运动训练了，他的右手肘就开始做疼痛了。那如果现在我们一般家长可能就会开始考虑，你要不要走这条路？因为右手已经开始疼痛了。那他高1的时候，他去参加这个全国的锦标赛，他出现了一个叫做玻璃性骨折，可能那个大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他就出现这个玻璃性骨折。那所以其实就是说，他从在学生时代、孩子的时代的时候，在运动他有大大小小的伤害不断，所以他还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让这个热爱他这个运动的赛事哦，而且家里面也去支持他。可是呢，我想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去年2月在出国比赛之前，因为在国训中心的运动，造成他这个阿斯里肌腱的全断。其实我相信那个全断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心情上面一定也是荡到谷底的，因为运动选手嘛，就是他的体能状况是要最好的，可是他没有放弃。那经过7个月以后，我觉得他在战有一个这么棒的成绩，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看他从小到大，我觉得那个毅力是过人的哦。那尤其是吊杠的那一刹那，你想想看，全世界都在看，全国的人的希望都在他身上。吊杠的那一刹那，那个心情，我觉得那个压力我们是无法承受的，包括他的教练。可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这么冷静的从头来过。那当然，因为这么冷静，那么能够就是在他的情绪也好、抗压性也好，都保持得很好。所以呢，这上天也很眷顾，所以才出现了8个选手，竟然会有6个都产生失误。所以那一刹那，我们在看转播的时候，我们也很紧张，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第3人，任何一个人只要成绩比他好一点，就超越他了。
了。可是最后呢，他还是为我们抱得铜牌。但我要讲，其实我们这个在本来要做这个脸书的恭贺图哦。说真的，在这个唐家宏的部分，我只做了这个冠军，因为我一直认为他其实是可以夺金牌的，按照他过去的这个成绩。所以这次这个失误，我相信他很懊恼。所以他说这不是终点，就是终战的终，而是他未来还会再继续。那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一定能够再抱回属于我们全台湾人民的金牌。他拿到铜牌后哭了，说4年以后要拿回金牌，至少这个目标嘛哈。不，这给另外一个启发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事情呢可能做的失败没那么完美，很懊恼，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别人搞不好比你做的还没有你好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休息一下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最近国际奥会跟国际拳总，为了这个选手的性别，林育婷的性别呢，那好像在争论哈。那国际拳总呢就要开记者会，开记者会呢，结果呢没有办法给证据，因为你拿出证据来嘛，他没有拿证据，然后他说是台湾要求不要公布细节，那台湾的奥会就抗议说我们没有要求了，我们要求他什么？我要求他，他会理我的要求吗？那怎么这样乱讲呢？所以要告，现在决定要告他那国际拳总就批评林育婷呢，但是3个小时开记者会，没有证据，所以呢，很多国际媒体也生气的，记者也问，也生气的，就是你到底你把我们找来，你只要给个证据，你有没有凭空讲嘛那德国媒体当场呛，你从俄罗斯公司拿了多少钱？因为他原来那个主席他是俄罗斯人，听说跟普丁很好那另外呢，这个国际拳总说他们对他们的检验有信心，而且说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这个，但是呢，讲不出他为什么是拿不出证据，就说那我们讲他不合格，他没有上诉他没有上诉，所以呢表示他承认了所以奥会也被骂所以开始说要讨公道，后来怎么就无声无息的呢那这个 IBA 说护照上的性别不重要了那不是真的性别了大概这样讲了国际拳总是检查 XY 染色体了那国际奥会他25年以前就不检查 XY 染色体，对所有的选手他做睾固酮的浓度的检测看你睾固酮高还是低如果不到什么地步女性就睾固酮很低嘛，他用这个来这个检验那国际拳总说台湾拳协要求不要透露资讯，那台湾拳协是否认了好，那么主席要扯说台湾是中国的，又很政治嘛那另外江启臣说不应该有政治干预嘛，怎么搞得半天好像变政治一样那国际奥会说她毫无疑问是女人她就是个女人，我们讲她就是女人那中华奥会也现在要发警告函给国际拳总，说你们在干扰这个林育婷那因为国际拳总呢，他的裁判曾经因为表现不公、财务管理失当，还有什么收汇款等等之类的呢，被国际奥会停权了。国际奥会说我不承认这个国际拳总他根本不是这个我们承认的单位等等等等25年前呢，国际奥会就废止了用传统的性别检验。我们看一下。IBA 5日召开记者会说明，面对性别提问很少正面回答，针对性别争议全程也未提出任何证据，和现场不少记者几乎不在同一频率。So how do you explain that timing? Like all of a sudden, that's why you're here because Carini lost. 继续跟记者跟国际奥会 IOC 各说各话，现场还有1名台湾记者直接正面对决，但 IBA 不仅疯狂跳针，仅称一切都以 IBA 规则为准，接着鬼打墙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媒也炮轰这场记者会乱七八糟，《时代》杂志说 IBA 记者会混乱不堪 ，BBC 称 IBA 增加混淆状况，《卫报》说拳击选手喊霸凌 ，IBA 却加倍强硬态度，《纽约时报》IBA 加剧奥运动荡。I think the whole process
is flawed, and therefore it's not up to me as a spokesperson or a medical expert. But the whole process, as I understand it, is flaw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OC 回应，他们毫无疑问是女人，并证实 IBA 透过信函报告检测状况，称柯里夫和林玉婷具有男性染色体 XY。不过，根据 IOC 指出，实际上随着医学发展，加上传统性别检测被认为侵犯基本人权尊严，早在1999年就被禁止。老陈怎么看？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应该选择不讲话，因为现在国内是一片倒的挺他嘛，总统、副总统都讲话了，这个跟国家的面子还有捍卫我们选手的参赛权，我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问题要真的要变成彻底的把它处理其实只有2个原则，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公平正义。那先讲比较简单的公平正义，我们很多人的文章都在讲，你捍卫他的参赛权是捍卫性平主义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恐怕有一点误会了，因为美国这几年最大的争议就是很多transgender，就是跨性别的，他本来是男孩子，但是他选择做女人，所以他开刀了，打药了，就是没有已经不再是男人了。但是他们去，尤其是游泳比赛，所向无敌那让很多美国有钱人家的社区的俱乐部家长们费尽心思培养自己的女孩子要参加游泳比赛的，通通输了。他们说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他经过手术、经过药剂以后的力气，还是比我们的女孩强把它摆在一起比赛，是对他公平呢？还是对我们的小女孩不公平，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所以今天又要回到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就是说她的性别到底是不是女的？那当然，我看到一些挺她的这个医学方面的专家们，他举了很多很偏离的、很小，就几千人才有一个的。这个其实60年前我在念医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就是说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也有阴阳人但是也有假性阴阳人这个才复杂了，叫修斗就假的 ，hermaphroditism 是双性人所以你看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这些人到底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比纯的女性高一等？这个没有人研究，因为这些人第一不多，第二点他们很少变成运动员了第三，他变成运动员，他也选择不要参加了，何必？我跟你讲，再另外讲一个故事。多年以前纽约有一个网球选手，他也是医生，我记得他的名字叫 Rennie， 他所向无敌，赢了很多他的小孩也都认为他是妈妈了，不再是爸爸。后来他赢了很多场的比赛以后，他退休了，他后来后悔了，他说我的一生去跟这些人比赛，然后我赢了，我认为我是不应该，因为我赢的不光明正大，因为我真的在某些方面，在运动所需要的这种特质方面，我是强他们一等，所以他后悔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把这位选手的到底他是不是距离女性有多远？他这个如果不是女性，而有一个差距的话，他因为他所带来的体力上的优势，是不是造成他比赛的优势？我觉得这个要决定。我觉得我们一面倒的以国家的面子，以这种这个荣誉来捍卫他，我觉得我希望大家稍微保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新闻。东方社会中国人的就是一些传统思想，就会觉得说，女生为什么不好好的读书？你去跟人家练什么体育？6年前，林玉婷拿下亚运铜牌，当时22岁就透露自己练拳受到性别歧视，甚至国中照片也曝光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女生。没想到现在再战奥运保底铜牌，又陷入性别风波。国际拳总大动作开记者会质疑，先前也咬定林玉婷2023年性别生化指数异常，失格也丧失铜牌。反国检测都符合规定，但所谓的性别生化指数
是测禁药，跟性别无关。想测是男是女，还是得靠染色体来检验。而台湾运动禁药专家许美智也力挺，质疑国际权总到底能不能正确解读性别报告，也说外观、睾固酮浓度跟染色体单因判别会跟事实有落差。毕竟国际权总判断标准在哪都没说清楚。至于台湾拳击协会也回应，跟国际奥会是同样的立场跟态度，驳斥相关言论。现在因为他被国际奥会给除名了，那他可能为了想要炒作一些新闻国际奥会也会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就好了。那我们私底下说实在的，你再去讨论这个，对选手也好，对国家也好，都是一种伤害。教练、专家都力挺，质疑国际拳总的判断标准，也说奥会都说没问题 ，OK 了，希望纷扰快结束，让玉婷全心全意回归场上，拼出更好成绩。我觉得现在就是让科学证据说话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国际奥会上头。那如果在去年世锦赛的资格被取消，他们也说把相关的证据资料提供给国际奥会，但国际奥会还是认为她是女性的话，基本上应该要予以尊重。那现在这么大阵仗的召开这个记者会，是不是因为林玉婷她太过具有威胁性，威胁到了某些选手夺牌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也不能够排除。那既然今天这个国际拳击总会 IBA 他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而且一个记者会大家都知道长达3个小时，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出示相关有力的证据，结果沦为各说各话。那甚至上我看到在这个新闻报道上头还有说这个记者在问他们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性别分化多元性，也就是 DSD 的时候，这位 Chris 这个 Roberts 他就讲说，也就是这个总会长他说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他是 DSD 的话，他有可能是女性。那记者就追问他说，如果说用染色体的判别不适合，而且 IOU 也没有要用染色体做判别，而且他们已经做出了他们认为的这个合理性的报告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实证的基础，如何能够指控他就是一个男性？所以任何事情，如果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奥会的赛场上头，就应该让证据来说话，而不是召开一个3个小时，然后大家一场空，越搞越混乱的一个记者会，然后大家搞不清楚状况，反而对我们的选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事实上，在这个事件上头，我们认为说这个体育署绝对要捍卫我们选手的权益到底。毕竟我相信现在大家在那边聚焦在他怎么 XY 染色体，然后他的身份上头的性别的这个认同，或者是说他的外观是不是男性跟女性，我觉得这都已经太过超逸了。因为他今天是逐步的过关斩将到了这个国际的赛事上头，不到最后不要放弃，因为呢现在呢他已经是在这个众所关注的焦点当中。那回到这个奥运的这个话题，我也想要再抓一点时间聊一下刚刚唐嘉宏的这个部分其实我昨天看到他在出赛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最感动的一个地方是他在上台要颁奖的时候，他跟这个中国的选手站在一起。那这个中国选手本来在跟他聊天，然后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往前，结果唐嘉宏还跟他说来一起往前。那他们两个呢，其实具体的展现出来，在这个赛场上头可以竞争，但也可以对话，也可以相互的肯定，而不是全面的否定。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的示范。休息一下再回来。